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28号，比特币价格是重新站上我们散户的生命线，也就是这一条红色的20MA，大约是$29,000附近，已经是站上了。那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有些朋友在问的，比特币短线还会不会涨？它上涨的目标有可能会到哪一个位置？因为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这个区间还是非常的像啊，有可能是不是在震荡？我的观点是，目前还是偏震荡。至于它大长线，我的观点是不变。去年在整个底部有抄底的筹码15K 的多单，目前还是选择继续在爆啊。等下再来跟家人们聊一下，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在整个月线里面这一个威廉指标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它每一次这一条黄色的线能来到80上方，我估计就是底部啊，或者是等下来跟朋友们讨论一下这一个技术形态里面还有哪一些知识的重点，以及短线如果要再涨，利用周线的这一个 RSI 指标来跟家人们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会不会去攻到80？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日线比特币这一条红色的20的均线啊，20的均线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区间29000，也就是贯穿2021年初或者是这个2021年的5到7月份，包括2022年的这个区间，主力到底是要一次过吗？上一次在这个位置是怀疑它不一定会一次过，有可能会压回。那现在是继续穿，所以目前已经是在连续测试。那我们要去参考一下主力在这个位置画的图形，跟上一波上涨的空间的图形，后面它整理的区间，整个中线都是在这里。现在的位置有哪一些相似之处？我们先观察一下，就是这一个20MA 破位的位置，它这边不是有一个箱体嘛？就是这个箱体跟这个箱体是很像，但是它挖坑的位置先是挖了一个下方的陷阱，然后再挖了一个上面多方的陷阱。这一次是挖了一个多方的陷阱，然后下去没有破这个低点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破了20MA 又反上来，就类似这个位置破了20MA 又反上来。反上来以后，有些朋友是在问还有没有高点？如果有高点，我的观点是，反正也不管，这2天也没有操作，就前面的低点有开了一些以太坊的单子，但是我是设了一些负八的网格。那我们观察一下，它上一次在这个位置重返20MA 的时候，这边不是过了高点，高点是一次，反正前面几次都是不断在过，然后这个也算是2次高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面 KD 指标，它是一次背离，就是这个指标没有穿过前面的这个高点，所以算是背离，背离的位置就不能追。后面是在这个位置过了这一个前面高点的时候，2次过高，这个指标也是2次背离，没有跟上。所以目前的位置，上一次在高位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日线的背离啊，就是这个高点是比这个高点要低。那如果还有高点，也是不排除，如果上去的话，我个人观点是要留意一下指标，如果背离的情况下，到时候要去防一点，主力有没有可能会继续洗？因为目前我个人判断，有可能这个区间还是在箱体震荡。其实现货我是感觉随便买，因为比特币毕竟才涨了1倍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 RSI 指标啊，日线里面也是一样，差不多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它价格在过高，一个高点、2个高点，这个位置指标是跟不上啊，然后这个位置指标也是跟不上，包括这一次价格过高，它这一个点位也是比这个点位要低啊，所以如果是短线在冲的情况下，我个人观点去留意一下这个位置，有可能也是会有背离。那短线我个人观点，就这2天，上一次有聊过，就这个位置啊，这3根 K 线整理的上沿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也是有朋友在讲，能搞出这种 K 线，就是主力在高度控盘，有可能是不是会继续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月线里面的这一个威廉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一个威廉指标，特别是这一条黄色的线，是个1100天，差不多3到4年，从这个位置破80以后，整个牛市一直延续下去，从来都没有见过它来到这个80上方，
有来到80上方，一般都是带这种非常大的一根月线里面暴跌的 K 线，后面有低点，该买的话还是应该要买。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19年的这个位置，它来到80上方，也是一样，1100天左右，从来没见过这个黄色的线来到80上方，来到80上方也是带着一根非常长的一根月线里面暴跌的 K 线。从这个位置抄的话，它后面也是会有低点，但是整个中长线来看，跌了1年多的时间，该买的话买完应该就给我耐心持有。长线这样子操作根本就不会输钱啊，所以有时候重要的买点都是在月线有这种大长 K 暴跌的低点位置。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知识点啊，也就是每一次这个威廉指标来到80上方以后，它一般会在80上方持续200天左右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时间，从这个位置穿到80上方以后，它到上一次这个破80的位置，大约是240天左右啊。那上一次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一个位置时间是相对有一点短，大约是在150天，它是在80上方弱势了有接近150天。其实这种点位有可能就是主力在筑底，或者是维科夫这一类的形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位置黄色的线来到80上方以后，时间也是延续了240天左右，都是在维科夫这一类，后面是破80就确定牛市是开启了。所以目前的形态也是这样子，尽量给我拿住，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SI 指标，上次有跟大家聊过，一般初步牛市的行情或者是第一个阶段，它上涨的时候，像这几个高位，它会接近70附近，在15年的这一个底部起来以后，第一次上去的时候，它这个位置会接近70，或者是有可能第一波是到这个位置接近80的时候，我们要去留意，有可能阶段目标的高位有高点的话，到时候要注意一点，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中线的回撤，或者是类似这个位置70的附近，它也是会有回撤，或者是有整理，或者80也是会有比较升幅的一个回调。那么可以看一下19年的也是一样啊，19年来到这个高位，它有几次这个位置指标是在80整个周线里面，它也是会有比较深的一个回撤，或者是继续往上攻，来到80，有可能也是会有中线的回撤。那么看一下现在的位置，上一次这个位置是接近70哦，不过中线或者是长线，我个人观点，下一次我们去观察一下有没有来到80的一个位置。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周线里面它上一次整理的时间，比如说从这一根1月23号开始，周线是整理了6根的一个 K 线。现在如果从这一根开始算的话，目前也是快接近5根啊，还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再整理一周？也就是这一个日线里面的时间，这边会不会继续横个1-2周左右？还是说时间有没有可能拉长？但是我个人观点，有可能，也是不排除类似15年的这一个低点，它第一波涨上去之后，类似这个区间洗盘的话会再攻，或者是继续洗再攻，就是洗散户的心态。整个中长线它区间拉的是非常的大，所以像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上升三角。按以往上升三角的经验，就是一般经验都是要往上去突破。那目前就这2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量价的形态，因为也是接近5·1长假啊，在这边提前祝各位朋友5·1节快乐，该干嘛还是干嘛。因为这几天观察一下，它如果量能出来以后，不要维持这种缩量，那震荡可以啊，就是这个低点，或者是就这2天这一根 K 线的实体接近这一根，因为这一根跟这一根感觉也是有一个塔形或者是门神的一个呼应，所以短线的2个支撑，一个是在这个高位，还有一个是在就是这一根螺旋 K 线实体的这个上沿附近，有可能是很重要的2个支撑位。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 neutral。